宗申赛克龙的旗舰店、工厂店吧。然后今天来试一下即将马上就能上市的 RX600。目前这两个已经是量产车了啊。是两个版本，一个是不带三厢的，一个是标配三厢的。然后外观的话，还是延续了X01，对，最开始应该是有两个版本来着，然后有一个是那个分体头灯的那个不知道还上不上，反正目前就是马上要上市了，就是这个了。外观的话，既然跟那个 X01是一样的，就不多讲了。然后还是一个鸟嘴的设计嘛，点亮。仪表好像跟之前的401的高配版是一块儿，对。然后 UI 的话还是这样，油耗、海拔、里程、小计里程、最高车速、平均车速，反正显示信息挺全的。就是每次赛克龙的仪表用的这 UI 都不太高级，这个颜色有点太花了，应该不是触屏。好，有一个点烟器接口，这边 USB 接口。这车，主要就是在401的基础上升级了这个560的发动机嘛，那实际排量是550，然后各家，包括我之前试骑的 IE560，对这个发动机评价都挺高的，就是怎么说，本田500系的发动机里边做的最均衡的一款吧。动力参数我背不来，打在屏幕上嘛。它是属于那种中低转就能发力，而且震动控制也非常不错。相对于无极的那个 K1525，我更喜欢这个550一些吧。就看一下嘛。轮圈的话，应该是换了一个新的品牌的这个钢丝辐条轮，和401那个不一样。然后这次都是这个金的配色的。然后轮胎的话也换了，之前401是腾森的，然后现在是正新的。这个应该叫什么来着？反正叫什么 CM509吧，好像是。这条胎属于真正是多功能轮胎，然后可能非铺装的能力少一些，但是它的抓地力确实非常好，然后胎质比较软，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条胎的。然后可能如果真的拿着 ADV 要压弯的话，这条胎还是应该能有一些给你信心吧。然后这次带 TCS。风挡的话是这样，直接就手动两端可调，对，就直接用点力气就这样可以了。然后，如果你可以拿个花六角螺丝给它再拧死。其余的前减震应该是压缩回弹可调的。然后油箱大小的话，目前也没有公布数据。但是造型和401一样的话，401是20升，那么咱们也就算这个车油箱是20升嘛。如果具体数据再出来，再导到字幕上再改。然后这个遮挡仪表的这个覆盖件是不是新添装的？不知道。然后这次也是标配了护杠，这个护杠的造型还是蛮合理的，然后跟车把基本一样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它这个护杠这儿有一个塑料的覆盖件。我猜测它后期可能会出个什么警用版，然后用来加装那个警用射灯的地方。对，主要是升级了发动机嘛，然后还是高位排气。
后轮应该是150/70-17的，对，标准的那个拉力车的尺寸。看一下原厂的3厢，是哪个品牌贴牌也不太清楚，就是没有钥匙啊。这后边应该是40的。然后这车有2个槽点，待会儿我说一下。来说一下这车的其中一个槽点，我们让店里小哥哥给演示一下。就是这个车目前座高标称是810哈，815，但是实际骑乘体验下来可能也就790、800不到的样子。对，然后它这个脚踏，现在目前那个量产版的脚踏的位置有一点点，你踏上去，对，它是有一点点高的，然后导致这个骑乘这个姿势有点坐板凳，对吧？有点像 CM300的那种骑乘姿势，就是身高或者腿长一点的骑士骑这个车的时候，可能觉得这个姿势有点憋腿吧，就是不是那么舒展的开。然后，其实这个座高已经比像凯越的525要高了，但是凯越525就没有这个感觉。还有就是这个车把，确实做的挺宽的啊，然后它就是有点，它那个向后的向驾驶员那个角度太大了，然后导致现在那个手伸过去也是离身体比较近。其实问题还不大，这样可能更适合站起来骑，对。然后但是实际可能会稍微影响一点操控嘛，但是脚下的那个影响更大一些。行，然后小哥目前你身高多少？179，将近180，然后看一下，基本上就是2个脚掌着地的。其实这个车倒是不吃身高的，不吃身高，然后重心比较低。行，那这个其中一个槽点就是这样。好，然后另外一个槽点就是这个车的后边这个2个转向灯的设计。它原本的那个连接点应该是在这儿的，然后它因为原厂给了尾箱架，所以摘出一根线来，然后走到这个架子上。其实功能性上倒是没问题，放在后面嘛，但是就是不太好看嘛。后期有可能再改，但是就这样吧，只是那个影响美观。行，这是这个转向灯，外露有点，这是第2个槽点。然后店里是有这个阿莎401的，401的那个后边的尾灯也是这样的，所以说，就这样吧，可能他估计也不会改了。好，我们打着听一下排气。还是有一点点哨音的，但是没有高金500那么强烈。试驾车油不多，我说了。在录吗？红色的，红色灯在亮吗？在亮，好。那就直接好，这车整备质量好像是219，但是这个赛科龙这套车架不错，然后重心控制蛮低的，然后直骑还有转弯都还行，然后就是这个车目前这个腿部这个坐姿稍微有点局促吧，然后我算腿比较短的，然后将合适。
然后这个发动机大概4000转，就是刚过4000转的时候就一个就出力了，所以说也是挺偏中低转，挺适合那个拉力车的。不过这个车感觉还是偏旅行多一点，它用那个轮胎，包括这个车的整备质量，要是特别野的话还是不够。和凯越的525，还有无极的 DSX 应该是同一个定位嘛。啊，这么早有重庆的大姐们在广场舞，这边就不过去了。然后价格上，因为还没有正式公布吧，所以说只能稍微透露一下，就是不带3厢的3个出头，然后带3厢的是要比无极的 DSX 带3厢的要便宜的。目前也就是500排量的，500排量大概 ADV 都是这个价格段。它这个后刹还是比较温柔。啊，前刹的 ABS 这次这个 ABS 调的还行啊，就是它只要捏到底之后才有一个，就是才出来，而且很密不弹手。行，我们绕一圈，把车还回去。来了一辆401。好，这个 RX600，目前量产车第一批的量产车应该就是这个状态了，可以算在500排量 ADV 里边第一梯队了吧。主要还是因为它现在这个560这款发动机综合素质比较高嘛，属于那种调的比较均衡，运转品质、震动控制还有动力都不错。就是发动机加分了。然后外观的话和老款的401差距也不大，还有这个应该是摇篮车架，也还行。就是这个坐高的话，现在是有点矮子乐。其余的没什么太多可讲的。目前就是这个，还有这个3厢版这个已经很战损了，是他们那个工厂的试驾车。行，那么就应该没有多久，这个车就该正式公布售价上市了。然后感兴趣的就可以现在关注吧。